废品堆里的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3毛，要就拿走。老板，今儿这3毛，您往后可别后悔。3天前，潘家园的一场车祸让我意外回到了1983年。这个年代，废品站里可藏着不少好东西。这个碗是……我叫陈卫东，前世靠鉴宝行当吃饭，什么是新的，什么是旧的，都瞒不过我。小伙子好眼力，这碗虽然破了点儿，可有年头了，是个老物件。这碗到底是个什么？他应该是不认识的。您瞧，这碗沿还裂着道口呢。废品堆里的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没准是个宝呢。3毛，要就拿走。破碗也当宝贝，毛头小子净瞎掏。成，回去给孩子当个存钱罐。老板，今儿这3毛，您往后可别后悔。成化斗彩，官窑珍品，碗沿那道冲口不影响它的价值。这门买卖开张了。回到娘还在的这一年，我说什么也得让她过得好点儿。东子，回来了，娘跟你说个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娘，您说。小梅昨儿把这定亲的红绸给还回来了，怕是这门婚事结不成了。都怪娘这病，拖累了你。娘，这婚不结就不结，她要走是她没福气。您这病儿子治得起，这个家往后我来撑。这碗是个宝，可第一桩买卖到底卖给谁？哟，废品站淘来的吧？碗口都裂了，我们这儿不收破烂。东子，捡个破碗也当宝贝，有这功夫还不如多去捡俩瓶子。你娘还等着钱治病呢。您先看仔细了再说。成化斗彩，官窑真款，胎釉款一样不缺。碗沿这道冲口是有，不妨碍它是真东西。后生说的不错，这是成化斗彩的真东西，错不了。虽有道冲口，到底是官窑，不错。小兄弟，我刚才眼拙了，这碗我出1500，现钱立马点给您。开始您嫌弃他从废品站而来，掌柜的这眼力，我信不过。这买卖我不做了。后生好骨气，这碗你若肯出手，我周某愿高于行价收。得了空拿这帖子来寻我。那就先谢谢周老了。赵爷，您都瞧见了，他家那堆破烂保不齐全是值钱货，那老宅的房契可得攥紧喽。跑不了的，这梁子我记下了。哎呦，东子，那天古玩街的事儿，二婶可都瞧见了，出息喽。二婶来了，有事儿。秀兰住了院，二婶能不来看看吗？东子，你随手一件就上千，秀兰住院的钱想必不愁了吧？二婶多嘴问一句，手里还有没有宝贝啦？二婶这是来盘我家底儿来了。你弟弟跟着赵爷做买卖，手里急需用钱，先借二婶500周转下。500，我妈手术还没做，这钱我一分都不敢动。哟，不近人情是吧？你们这老宅当年怎么落到你爹陈大山名下的，街坊心里都有数。告诉你，赵爷可是关注着这事儿呢。二婶，我捡破烂卖钱给我妈治病，您张口就要借500，还拿老宅威胁我，这合适吗？邻居们可都看着呢。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吗？鸡蛋拿回去，给我弟吃吧。我家的钱是治病的，一分不能动。陈卫东，
你别得意太早，这老宅的房契有赵爷在，最后是谁的还不一定呢。周老那笔钱够妈先住上院，可后头的手术费还差一大截。越是没人识货的地方，越藏真东西。可这回，好像有人比我先到了一步。分量压手，铜质细腻，这包浆怕是几十年养出来的，是宣德炉没错了。他要是识货，怕是铜炉要溜走了。老板，这铜炉……老板，铜炉我要了，您开个价，我有事着急走。哎，你这人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同志，先来后到懂不懂？这给你也没用啊。你俩都抢着破炉，该不会真有什么名堂吧？您二位说笑了，家里正好缺香炉，多少钱？我赶着回医院呢。2块，成，2块，您收好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东西，硬是让结了糊，锈成那样了都，难道真是个好东西？喂，还没问你叫啥呢？过几天能陪我去果园街一趟吗？我妈想买个挂件，我怕被骗。纸是老纸，墨也吃进去了，这轴头还压手，这一卷可不简单啊！哟，这不陈卫东吗？退了婚还有这闲工夫蹲古玩街扒拉破烂呢。小梅，眼力好的叫捡漏，眼力不行的才叫捡破烂。老板，这卷破画我出5块，卖我。5块买一卷糊釉纸，高公子真大方。可你连这画上画的是啥，谁画的，什么纸，一句都没问。你这钱是真识货才掏，还是让人架在这儿下不来台？我不就谁稀罕这破纸？我逗他玩呢。走，跟他置什么气？走了走了。老板，他那5块是嘴上图个痛快，做不得数。我这3毛是现钱，您点。得嘞，3毛归你了。闺女，你瞧瞧这水头多透亮，赵老板都说了，是人家压箱底的老镯子。妈，您先缓缓，这可是您攒了大半辈子的钱，咱不能听一句话就掏啊。老太太眼光正，这成色，整条街您再找不出第2只喽。竟然是他，那镯子不对，绿浮得太匀了，看着是炉里烧出来的料器，帮他一下还个人情吧。老人家，这镯子看着有点问题，您先别急着入手。小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们店的镯子都是真品。再说了，老太太自个儿愿意买，你凭什么阻拦？是你是说这镯子有问题对吗？阿姨，您信得过我的话，让我上手看一眼。哎，磕了碰了，你赔得起吗？要是真玉的话，磕了我赔。天然翡翠的绿是吃进去的，而它的绿是浮在表面上，太均匀了。这就不是玉的颜色。你少拿行话唬人。对光有气泡，上手不良，敲起来发闷。真玉压手冰凉生脆，这3样它是一样也不占啊。那我这钱差一点就被骗了。妈，没事了，幸好碰到他了。你说假就假，你算哪根葱？有本事到街口八仙桌那儿当着街坊面验。行。东西可不能离开大家伙的眼睛。我这就去请赵老板，等他来了，看你还敢不敢嘴硬。各位街坊都瞧好了，这小子说我们赵记卖假货，今儿就当众验一下。眼力好是好事儿，可话别说太满，责任怕你负不起。赵老板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看玉还是很准的。各位看看，这镯子对着光线看，里头可全是气泡。正经的翡翠是矿物结晶，绝不可能有这种圆圆的气泡。还有，这真玉敲起来生脆，而这个声音发闷，真玉上手压手冰凉，而它温吞吞的。这些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周老，你也给长长眼。你说的没错。这的确是料器啊！真要是个满绿的翡翠镯子，那得是传家宝的价了。
抱歉各位，是我家伙计看走了眼，肯定退。妈，没事了，幸好碰到他了。陈卫东，谢谢你，真的。今儿算你走运，只不过古玩街水深，走夜路可得看着点脚下。听说了吗？陈伟东整天收集破画破碗的，假借他妈生病，从老头老太那儿骗来的东西。二婶，话得讲证据，我的东西都花了钱买的，欺骗谁了？我也是听人说的。听人说，听赵记那伙计说的吧？陈卫东没骗钱，要不是他，我妈大半辈子的积蓄就被赵家铺子给坑没了。那他怀里那卷破画呢？谁知道是从哪里偷来的？二婶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我从古玩街淘上来的。赵老板昨天在古玩街刚输了场子，您今儿就跑我家门口替他们说话，这胳膊肘往外拐的，是不是太明显了？谁替他们说话了？我可是你二婶儿，真是没良心！走了。他一定是去赵金贵那儿去递话了，要小心了。周老，今儿我想请您给看一卷画。拿来我瞧瞧。这笔迹，这手法，定是出自大家之手。小哥怕是捡大漏了。一幅地摊烂画也拿来周老面前献宝，哼！陈卫东，你可真不怕丢人。赵老板，东西是真是假，等会儿自然会见分晓。周老，您瞧好了，画心是一层，这轴头里头还藏着东西。依我看，前人装裱的时候是特意留了这一手，把要紧的东西藏在了轴头里。这幅画是真迹无疑了，我愿意出3000，小哥可满意？那就多谢周老了。你点一下，听说你母亲病了，需要手术，赶紧去吧，耽误不得。周老，大恩我不多说了。陈卫东，今后咱们走着瞧。小哥，吉真阁随时欢迎你来一起交流。好的，周老，我先送我母亲去医院，改日再登门拜访。谁是家属？手术很顺利，再静养些日子就能下床了。谢谢医生。妈的命，我总算从鬼门关前抢回来了。这后事才多大，就敢在古玩街开铺子？在我眼里，这世上没有破烂，只有还没认出主人的宝贝。魏东斋今日开张，价格公道，欢迎各位来长眼。那家铺子新开张，没啥好东西，别去他们家。昨天赵金贵输了场子，开始背后使绊子了。前世混潘家园几十年，这点小把戏就想击垮我。掌柜的，您给长长眼，这是我家老辈儿传下来的一块石头疙瘩，不收不收，赶紧走。老人家，进来歇歇脚。您这物件，我替您看看。老板，我走遍这条街，没人给句准话，您给瞧瞧。老人家，您这可不是寻常石头。您看这萝卜心式的丝纹，叫萝卜丝纹。这红金格，这层石皮温润起油，这是田黄，寿方10里比金贵的田黄。田黄，那不是1两田黄1两金吗？这成色，少说值这个数。魏东斋愿意帮您寻买主，分文不取。谢谢小伙子了。
老夫今儿就给魏东斋做个见证，这古玩街往后多了一双不揉沙子的眼睛。陈老板好眼力，开张没几日就名动古玩街。我手上有批乡下大货，本钱吃紧，不如你我合伙吃下，55分账。赵老板看得起我，前脚打压，后脚谈合作。倘若货掺了假，脏水全泼我魏东斋身上。谢谢赵老板了，容我合计2日再回您话。等你好消息。都来瞧，我们陈家祖传的真东西，比对面魏东斋实在。他那店卖的尽是糊弄人的破烂儿。都姓陈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合伙不成就唆使二婶来泼脏水，当街跟长辈撕破脸，挣落了口实。但这盆脏水我得当街洗洗干净。李爷、张叔，劳烦给街坊做个见证。你干什么？端水砸场子啊！这可是祖传的。祖传的，李爷您看，这底下的假土锈一浇水就化，这釉面的色白毛巾一擦就掉，抹蜡做旧的。这玉是料器灌的，满是气泡，沁色一刮就掉。这钱翻砂毛刺还在，铜是新的。我魏东斋的规矩只卖真，看走了眼原价包退。这做旧的路数我眼熟得很。熏釉的手法跟赵记那只假的比洗，出自同一个人。这一摊货打哪儿批的，不用我点破吧？感情这假货是赵记出的，赵金贵那铺子的成色，怕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也是听人说是真的。合伙抹黑，接连2记落空，赵金贵明面上占不到便宜，接下来怕是要使更阴的招了。大伙儿都说我这宣德炉是一眼假，我倒请眼力通天的陈卫东老板上台来给我们落个准锤。表面的绿锈是酸咬出来的，块也是新的。他故意露这破绽，是等我说假货再擦干表皮反咬我。不对，这胎底是真正的明代12炼封魔铜胎。这炉身的锈是硫酸急火药出来的，这大明底款也是刻成新印。赵老板请的行家说的不错，可你万万没想到，这胎是明宣德12炼封魔铜。赵金贵，为了设局毁我，你竟然亲手用硫酸刻刀毁了这件无价的老物体。真品封魔铜啊！赵金贵，你为寺院用强酸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，古玩街容不得你这种作践东西的无良奸商。陈卫东王这小子眼力再准，在您盖着红头公章的鉴定书前，也只能认输。下一次鉴定会，劳您费心。省城权威的红头公章压死人，看来下一次是场硬仗。今儿刚到了一批轧钢厂退下来的废旧黄铜，大家都搭把手，赶紧过秤入库了。380斤废去用入库，库里只有320斤，少了60斤青铜盘。苏同志，说不清的话就是盗窃集体财产。废青铜里刚好少了赵金铺想要的古青铜盘，这手脚未免做得太明显，是冲着这姑娘。别慌，把所有出入库单拿来，我给你对。单子上的380，这8字的2个圈，墨迹浮亮发深，它是用钢打的新墨，在原来的2字上强行描改出来的。改字的笔和这墨跟你的账一模一样。平白无故多加的60斤，正是昨天赵记要拿走的那2块铜盘。管账的，赵老板给你分了多少好处？真是无法无天啊！小周，你吃里扒外勾结赵金贵，还冤枉小苏，收拾东西给我滚！陈卫东，你又一次帮我解了围。碰到了这种事儿，总得伸出援手。去医院看看我妈。陈卫东和那丫头关系不一般啊，看来这供销社苏曼是这小子的软肋。陈卫东等着瞧。哟，陈老板，
您这腿脚够快啊！乡下这点旧货，您都闻着味儿赶来了。赵老板消息也不慢，各凭本事了。赵金贵来得这么准，多半是二婶透的风。那只大瓶太亮太艳，假的浮在面上。真东西，反倒是角落那只灰瓶。同志，这大瓶是我家老辈儿留下的，您一看就是识货的人。这画工是不错，摆出来也压碜。老哥，这只您打算怎么出？慢着，陈老板能看上的，准差不了。老乡，他出多少，我加1倍。赵老板这么有诚意，我再争就不合适了。老哥，这只灰瓶瞧着旧了点儿，拿回去当个摆件不错。这个放这儿好几天了，您要3块拿走。陈卫东，你早看出来了是不是？你这是故意的。赵老板，东西是您自己选的，打眼了不能赖我吧？让他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他咽不下这口气。明着抢不成，下一回暗地里捣鬼了。卫东，二婶今儿不跟你绕弯子了，这老宅按这张文书有我的一半。二婶，话别说满，文书给我看看，真假总得先瞧清楚。看什么看？上头有你爹的名儿，还有手印儿，街坊也都瞧着呢。那我问一句，这文书哪年立的？谁在旁边做的见证？前世他也是拿这张纸来闹，可我爹在的时候从没分过家，这文书8成有问题。二婶，您这纸边是做旧了，可指纹还是新的。再看这墨浮在面面，没吃进纸里。你少拿这些话吓唬我，我听不懂。真要是分家，得有见证人，而且得拿到镇里的证明。您2样都没有。我那时候哪懂这些？还有这印泥，红得太新，能把旧纸做成这样，也只有是赵金贵了。你别胡说，这事跟赵老板没关系。真假不难分，请老邻居来作证，再拿我爹的旧地契，请周老长眼，当中一对就清楚了。周老，二婶拿这张分家文书来征宅子，这是文书，这是我爹的旧地契，想请您给辩一辩。宅子是大事，不能凭一张纸就定，拿来我看看。周老，我能作证，陈家几10年没分过家，那老宅一直是卫东他爹的。老人家的话是一证，不过这纸真假还得纸自己说话。你们看，这张分家文书纸是做旧的，可这张地契纸色是自然沉下去的，2张一比就不一样。文书这枚印边发虚，印泥也浮，地契上的官印朱色沉，入纸深，真假立辨。这么一比，还真看出来了。还有这个日子，文书写在我爹过世之后，人都不在了，怎么立文书按手印？这里你也看出来了，人证物证都在。这张分家文书是假的，做不得数。陈家这老宅，谁也抢不走。多谢周老，今天街坊都在，也算给陈家做个见证。卫东，你这年纪辨纸识印，倒像个老手。说说吧，这身本事跟谁学的？这来历还不能说，说了你能信吗？卫东，这事儿你赖不掉，老宅今天不分，也得给我个说法。陈老板，都是亲戚，别把场面闹得太难看。正好，话就当着大伙儿说清楚，这是我爹的地契，这是周老的鉴定，二婶那张文书是假的。你说假就假，你当大伙儿都听你的？我也能作证，陈家从没分过家，卫东他爹活着时，这宅子就没给过旁人。我也是听人说的。赵老板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这文书不是您给我的吗？王秀琴，话可别乱说，我什么时候碰过你的文书？你自己争宅子，成了算你的，不成就往我身上推，这浑水我可不趟。
你这是过河拆桥！二婶，看明白了吧？他拿您当枪使呢。陈卫东，你别以为赢了这一回就能一直得意。这口气我可咽不下，往后慢慢跟他算。明枪躲过去了，暗箭才刚搭上弦。老板，您来的正好，我这红瓶急着出手，货真价实。红釉的东西，我得先上手看看。老板，您要是真看上，咱就痛快点。这个价，街面上可找不着第二家。成，看着确实像个漏。这瓶子釉面发涩，胎骨也粗，分明是个糙货。他的眼神一直往赵记那边飘，只怕又是赵金贵摆的局，等着看我打眼呢。先别急，狼牙红讲究脱口铸鼎，狼不留。你这只倒好，釉都糊过足了，底款还浮着，还敢说是祖传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位老板眼神都快飘到赵记门口了。赵老板，找托子白甲漏给我做局啊！陈卫东，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路过也好，设局也好，赵老板心里清楚。要不我把这本旧账念两句，给大伙儿也听听。你这账册哪儿来的？这本账现在还不能漏。赵金贵摸不清账本记录了什么，心里那根弦就得一直绷着。可说到底，这是个假账本，只能唬他一时，得抓紧找到真账本了。要反手为攻，得先找到那本赵金贵坑骗乡亲的旧账本。前世的记忆里，账本在赵记老账房的手里，老账房落魄，今儿我得在这集市里寻到他的行踪。老爷子，你这灰扑扑的石头块盖菜缸都嫌重，3毛钱，我给你清走了。这个我用了半辈子的砚台，您再给涨点吧。老人家，且慢。在我眼里，世上没有破烂，只有还没认出主人的宝贝。这可不是破石头，老坑料腐之若铜基。李老，你看这石面上带着印和光晕的一点点铜仙缘，这叫火眼。紫白是鱼脑洞，紫红是火钠，哈气凝珠，下墨如油，这分明是宋坑老石。你3毛钱收，不是欺人太甚。传家宝没被抢，多谢后生。老人家，您以前是在赵记账房做事？你问这做甚？各位邻里，这老东西当年在赵记做账房，偷了店里清代的景泰蓝花瓶，今儿人赃并获。硬拽来泼脏水堵嘴，这赃证我倒要验个明白。掌柜的，赃证是真是假，大伙儿一看便知。真老景泰蓝用矿物釉高温烧制，必有天然的沙眼。这大瓶溜光水滑，全是现代化学树脂填补的，甚至透着塑料味儿。县老板，老工艺是手工编铜丝，这全是机器拉制的绝对原丝，拿刚出厂的新工艺品当10几年前贼赃，分明是构陷堵嘴。后生，那赵金贵卸磨杀驴，是真的想逼死我呀！是不是因为您怀里揣着的是能要他命的老账本？要若信得过老汉，改日和他老地方见，账本我交给你。必须赶在赵金贵狗急跳墙前拿到手。这账本一旦公开，赵金贵定会身败名裂。和谈这一次见面，怕是凶险万分。前世他没能熬过这个严冬，账本成了悬案。这次得在赵金贵前头寻到他。只是这次见面很危险，必须留一手。后生，当年他在收购站坑骗老乡古画，里边有详细的账目往来记录，也有他的签名和手印。老人家辛苦了。这就是10年前的红格粗纤维草纸，钢笔蓝黑墨水氧化出了暗红锈色，朱砂也沉色发乌。这个就是真的账本。
有人来了，不要说话，我来应付。果然在这里接头，姓陈的，把账本交出来。怎么是个空空的本子？抢个空白本子，赵金贵如此心虚，灭口栽赃强抢，这不当众坐实了他的罪名？后生料事如神，老汉这条贱命往后交托给你，讨这公道。老汉我上公堂作证。老人家放心，这公道一分不少。真账本落在了陈卫东手里，既然你一次次逼我，那就别怪我动你身边的人了。这是我远房亲戚，有块好玉，你看看。大婶儿，我娘病在床上，这只祖传玉镯实在没办法才拿出来。嫂子，我家也不宽裕。嫂子，你这玉养人，东子开店有钱。大娘，您给个实在数。要真是救命钱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。大娘，你拿着，给个实在价就行。是啊，嫂子，你出个价。哟，东西还没捂热呢，刚丢的玉镯就进了陈家门。就是这个，我的玉镯，我认得，这内侧的旧足痕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别乱说，街坊都看见了。李秀兰，你这可是收赃品。我就是看人家可怜，钱都没给呢。谁知道是不是串通好的？你儿子在外头坑人骗钱，你在家收赃货。赵金贵，你别往孩子身上泼脏水。就是，听说还偷偷去供销社登记，指不定递啥消息呢。快去找东子回来。走，去街头当众说清楚。陈卫东不是能耐吗？我就在那儿等他。我没偷，也没收赃，就怕他不敢来。谁说我娘收赃？娘，别怕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真玉镯在你家，失主也在这儿。你不是会长眼吗？你说这是不是玉的？没错，是真东西。听见没？他自己认了。我认它是真东西，可没认你的诬陷。大叔，镯子什么时候丢的？今儿上午一转眼就没了。你说祖传，这道祖痕是谁修的？老辈儿的事儿，我哪知道？那是我爹当年找城东匠人足的。这镯子为什么用的是聚宝斋的宝？前天有人拿这只镯子到收购站问价，我这里有记录。一本底记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他进我家前先过了谁的手。上午才丢的镯子，刚送进我家，你就带人来了。赵金贵，你这不是栽赃陷害是什么？栽赃你又如何？那个账本你最好还给我。娘，没事了。苏曼，底册收好。也好，这本账该亮到明面上了。昨日陈家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，关于账本的事儿一起说一下，用证据来说话。账本在这里，大家看一下。不知道哪来的旧账，就说我坑人。我做买卖明码实价，从不强买强卖。他眼红赵老板的生意。账本这东西真要对得上才算数。买卖自愿，童叟无欺。账本是不是真的？对一下就知道了。供销社留底能对进出时间，谁拿来谁问价都有记。继续。我家那只铜炉，他当年说裂了，4块钱收走。账上写的明白，腹内有钻款，耳下有磕痕，转手了180。买卖自愿，嫌少当初别卖。李干事，他这是煽动乡亲闹事。我只看证据，账本的事要验查。昨天你做局栽赃我娘，乡亲们都能作证，你说自己规矩，谁信？账底册全部封存，明日当街复核关键物件。复核就复核，明天谁真谁假，自有分晓。他不怕复核，还有什么底牌？今日复核昨日的那只剔红漆盒。马专家长眼几十年，他说真假，谁不服？账上记着，赵金贵4块2收走，转手180。
这盒子颜色符，纹样死，就是近年机器压模的工艺品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听见没？门饭漆盒写成老物件，陈卫东这账水分大了。专家都这么说，难不成账真有假？马专家既开了口，我也说道。这盒要是假货，账本扔掉；可他要是真老替红，照金钱坑骗乡亲的事儿就别想赖掉。你倒是快说！老替红不是刷层红漆，是一层层制上去，再一刀刀剔出来。你看这刀口，圆润有层次，不是机器压出来的死纹。花纹里真是一层一层。盒底磨得发亮，是几十年手磨出来的包浆。大爷，是不是您家那只？是他，我娘当年陪嫁就用它装婚书。马专家这么大行家，真看不出来吗？真老替红说成破盒子，赵金贵就能脱身。你这一句话坑的是乡亲，记录下来，必须查。替红漆盒这一笔对上了，明日继续核账。被压价坑过东西的乡亲，按账认领登记。我家也有，我也要对账。专家这张牌输了，他只能拖更大的后台。一会儿上去你就说账是陈卫东编的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不然你签过的那些线，头一个买的就是你。金贵哥，乡亲都盯着呢。大伙儿听着，王秀琴可是陈卫东的婶子，她最清楚这件事儿。这账，我也说不准。二婶，昨日那玉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老伴儿那个镯子，就是你领着人来几块钱哄走的。秀琴，你我是一家人，你也是被他当枪使，回头吧。我说，那只玉镯是赵金贵让我哄着嫂子收下，他好带人来抓贼。在收购站，他有2本账，把好东西写成破烂，差价他自个儿吞。你血口喷人，王秀琴，你敢背叛我？他说的这些，我们收购站都有记录。赵金哥，你还想抵赖？压价坑乡亲，做假账私吞，事实已经清楚，我会登记物证，上报组织彻查，还我们公道。二婶肯回头作证，乡亲们也都看在眼里。你们以为扳倒我赵金贵这事儿就到头了？告诉你们，上头可不止我一个。他还有人撑腰，能让他这时候还敢笑的后台，才是真要啃的硬骨头。谁让你们在街上私设公堂，一本账就要给人定罪？我们只是在替乡亲们讨个公道。要查可以，账册、底册、证词由公社统一封存。当然可以，但是经手人都得签字。走程序可以，3份清单，页数、封条、经手人都写清。对，谁拿走都行，别想半路调道。王秀琴，你刚才是不是脑子糊涂了？赵金贵平时没少帮助你们家，钱主任这是在诱导我二婶翻供吗？哼！赵金贵待会问话，账册由公社封存，谁在闹事，去公社闹。封条千万别动，乡亲们可都盯着呢。陈卫东，老老实实开店，混古玩街也要会人情世故。这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难道这事儿跟他也有关系？你想一想吧。主任，封条撕了。不撕，搁边儿，明早看不出来。封条没撕，边上却有刀口。昨晚有人开过门。编号也对，但封条确实已经动过。只受潮翘边，也能被你说成阴谋。受潮会软，不会齐齐断。开门，当众看账。位数没少，还是46页。位数没少，但关键证据也不见了。账本既然被动过，就不能再作数，认领暂停，谁也别再拿他说事。暂停可以，究竟是谁动了手脚，必须调查清楚。
他说我再指证赵金贵，就把我办成赵金贵的同伙。没事，二婶，我们和乡亲都会给你作证。又说不能领了，那我家的东西要等到啥时候？值班表少了一页，账本也被动了手脚。他不是慌，是早准备好了。账本被动，推到陈卫东身上。王秀琴呢？想办法让他闭嘴。账本就是他动了手脚。小陈，你昨晚碰过清单对不对？碰过清单，没碰封存账。你了解指墨压痕，作假应该也是擅长的。会认刀口的人，不一定就是拿刀的人。说我作假，我也得有这个机会。3份清单，昨夜都没离开过人。我这份儿，睡觉都压在枕头底下。假夜这几个字，像赵金贵柜台伙计的笔记。至少说明，动账本的人不是我。那伙计的字我认得，他先写低价收据，赵金贵再记黑账。王秀平，你想清楚！清单证明我没动账本，假页上也不是我的字儿。案卷被污染了，物证只能继续扣押。清单23袋，架上只有22袋。我家的旧木响就在少的那袋里。库里东西多，别一惊一乍的。不是放错，是昨夜搬走了。看麻绳毛线往后门去了。后门昨晚谁值守？昨夜这一栏是候补的，墨还亮着。补的是谁的班儿？钥匙交接部呢？昨儿吵着认领的人那么多，谁半夜拿走也说不准。物证被封存，责任就在看管的人。早上我在麻绳上系了红线，现在红线断了，说明物证从这条巷子运走的。我就是扔一下空箱子。少的那袋先不找，先复合剩下22袋。你是故意的？让他以为自己已经赢了。物证不能让他们找到，先拿钱分开他们，告诉乡亲，先签字的先拿补偿。他们能签吗？人心啊！签个调解书，先拿补偿，比空等强。可我家的东西还没说清啊。大爷，看最后一条，签了就不追回物件，不再作证了。他刚才只说补偿，没说封口啊。昨晚他也找过我，让我劝几家签字，签了就别作证。这钱不是赔，是买我们闭嘴。调查拖久了，先拿补偿，有什么错？我屋顶还漏着。缺钱是真的，封口也是真的。乡亲们领取补偿，不能说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我支持，建议每个人登记自己损失的物件以及领取了多少补偿。对，东西怎么没的，必须查清。公开登记，给我们个说法。你们别被人煽动。既然都不配合，那明天先处理陈卫东。能定住吗？我说能，就能。陈卫东聚众滋事，干扰调查，建议先行控制，停止接触账务人证。卫东只是帮大家查账啊。今天只谈陈卫东，账本的事情改天再说。无关人员别插话。账本可是他找到的。钱主任，按程序，不能这样直接处理陈卫东。你想清楚了？我只按照程序办。账本封存后，好像只有钱主任能拿到钥匙。
物证袋也是在这个时间被转走的。封条刀口在你保管后出现，甲叶在你开门前换上，物证从你管的后门出去。钱主任，这都是巧合吗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明日上午，账册、清单、证词公开说明。赵金贵2本账本坑乡且。王秀琴作证后，封条被割，账本单页被调换，物证被转移。我给赵金贵牵过线，这错我认。可钱主任让我改口，劝人签调解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封存经手单上有钱主任的签名，钥匙也在他的手里。别往我身上扣帽子，我这最多是管理不严，一次叫失误，4次都试图去掩盖真相，这就不是失误。现有证据表明，钱主任涉嫌干预调查、篡改账页、转移封存物证，现停职接收组织审查。赵金贵坑骗乡邻，即刻移交相关部门。天网恢恢，这出双簧唱到头了。卫东啊，要不是你，这些东西怕是一辈子回不了家。这世上没有破烂，只有还没认出主人的宝贝。